君が少しうつむいたまま話していたからさいつもより一歩近く歩いてみたんだ好，今天给大家录一下这个布鲁克初音未来奇迹版，就是那个跃动声芒最新的一个玩具啦，这个应该是大货，但是这个测评呢，之前就在大货出之前就有非常多的博主已经出过了嘛，所以这一次就带大家看一下大货的一个品质，还有整体的一个素质怎么样吧。脸做的确实是非常好看啊，初音这角色我就觉得很奇妙，从小就知道这家伙的存在，但是呢，他形象衍生的非常非常多，因为我弟之前买的第一个手办是初音未来的一个初音少华的那个东西，所以那个东西就非常好看。然后后面我去看了一下相关的初音的一个手办，也是非常多形象，就是可能我一开始都认不出来它是初音，就非常好看。但是呢，跟我印象中的那个公式服的初音又相差非常的远。这一个就我当时印象还是蛮深的，有一款我记得是有一款手办还蛮好看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款，反正是好像不是，是另一款，就是反正是非常潮流的一款，穿的那个衣服非常的酷。它整体的盒子这样，然后这一次的一个首发特点是一块超大的一个吧唧，那还是非常可爱的。跃动声芒徽章也是布鲁克，我们拆开看一下。我个人对这吧唧还挺感兴趣的啊。然后我买了胆大胆那个官方的一个徽章盲盒，到时候就大家一起开一下吧。那整体用了一个泡沫纸，还有一块就是一块超大的一个徽章了。背面的结构就是这样，应该是可以架在桌子上的，然后也可以挂在包上，有两种结构，还是非常好看的。整体的是一个 Q 版的一个形象，然后有这种镭射的一个工艺。闪粉加了闪粉还是非常不错，也不算镭射吧，就加了闪粉，金属闪粉。那你如果不拿出来的话，你就这样给它放在盒子里，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展示品了。就这样给它放在盒子里，这也是个不错的展示品。下面还有 Miku 一个初音的一个英文名。那旁边就是也是一个英文名了 ，Fantastic。那我们就来开一下这一盒初音，看看它的一个表现到底如何。它盒子太大了，我这桌子倒是很难放下，所以说可能视角啊各个方面就非常的怪。无所谓了，大家简单看看吧。然后这一款应该是要简单进行一个预组装。但是呢，能不能在镜头前拼就不知道了，我等一下看看吧。能拼我就拼了，不能拼就剪辑一下。这个不管是打光啊还是什么的都挺难打的。正面是这样，正面是这般一个大的一个图007跃动声芒布鲁克的一个授权，还有一个防伪的一个标识。然后背面就是产品图的一个展示，上面下面这些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整体的盒子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那我们打开来看，把盒子拿开，正面就是这样的一盒主体，3个面雕加上各种身体的一个部件，一个地台和一张角色卡，一份说明书，一份板件，一袋板件。另一袋板件，那这个感觉在镜头前有点不太好组，那我就组完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吧。那这样一个初音是拼好，给大家展示在这里。整体的一个拼装体验并不能说非常的丝滑吧，还是有些地方还是蛮卡手的，特别是头部球杆按进去是非常需要用蛮大力气，而且挺紧的。然后呢，大家注意，你要把面雕装上之后再去活动那个关节，不然它很容易会崩开的，就是会重新弹出来，你需要重新按。我刚才重新装了好几次。那整体的拼装过程大概是15分钟左右，还是非常快的，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预成品、预组装的一个东西，只有这一把 bass， 还有呢麦克风，还有地台是需要花比较多功夫去组装，其他部位基本都是已经装好了，还有蝴蝶关。
头发的一些零件你需要单独去安装之外，其他基本都是分部位了。整体的一个消光质感做得非常的好啊，然后面相也没有网上就是之前贴吧传的图一样那么的夸张，整体的面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这是布鲁可给大家诟病的一点，就是它的定价还是199，然后呢，但是呢配件又减少了很多，就比起之前的樱花，它减少了一整个大地台是吧？就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呢，确实它这个减配还是蛮讨人厌的，但是它这次的面相确实是比之前做的好很多。我个人是觉得本体的面相大比配件重要，但是呢，也不应该说一下减那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布鲁可之后还是要考虑一下，去把配件量什么的涨一涨，然后呢，当然也要保持这一个高水准的一个面雕。然后我这消光是有衬掉漆的啊，所以我之后可能是会去补一补件，这开合就掉了一块。它整体的一个手感是非常的厚重啊，因为它留很大的2条头发，然后呢，整体用的发饰用的软胶偏多，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手感非常的脆手。那说到这个，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它这腿的一个设计，左右异色的一个不对称的一个造型吧，是非常有设计感的。然后呢，后面这两根就是纯软胶，非常的软，也不怕它去折断什么的。话筒也是软胶，头发也依然是软胶，而且整个头发也做了一个蛮漂亮的一个阴影涂装。但是整体的消光漆质量上的就，你就远远看还 OK 啦，但是你近看的话还是瑕疵还是蛮多的。阴影的一个涂装也不能说多过细致，不过对于一个定价199，现在已经170左右的一个模型来说，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它整体的一个身高呢，应该是不止1:12。我们来拿一个 Figma 的马路能看到，它应该是1:10或者1:9的一个比例，应该是1:10左右的一个比例，是比正常的1:12的人偶高很多很多了。马路也不矮了，那我们拿另一个孩之宝的一个皇帝，你看孩之宝作为一个美系应该是偏大的，所以它比皇帝还要大不少，这应该就不是1:12的一个比例了。那放大来看一下它的面相，这次的初音是一个比较冷峻的一个面相，还是非常好看的，整体都是一个一印的涂装，还有另外的2张面雕，一张是这个闭眼脸，我们能看到它耳边是有耳返的，有一只耳朵是有耳返的一个细节，还有一个呐喊脸，整体都是上了一层消光漆的，整体的质感都做得蛮不错。然后来看一下上衣的一个质感，上衣这就是一印了车轮的一个，应该是车轮吧，车轮的一个形象特征，手臂上的一些一印。看一下这双腿，这双腿真的是我觉得非常不错。但是这里溢漆啊，看到没有？这里溢漆还是溢的蛮明显的。那刚好我这一条腿问题全在这一条腿上，就直接补掉好了。这一边的一个像素格的一个风格，这一双鞋也是非常的酷炫啊！背后也是01赛车风一样的一个，这应该不是掉了，应该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一字，还有一个蜂巢的一个细节，整体的一个造型是非常的现代化，非常的潮流。那整体的手感呢，给我的感觉就是站不住啊，而且有些关节是蛮紧的，那关节的缝隙也是不小。你看我这个大腿这一根缝算是蛮大，应该是我这一条腿整条腿都有一个普遍的一个中奖现象吧。那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可动，那很多人说这个初音脖子短啊，就你这样按到底之后，它脖子看起来就会比较的短，但其实它这个关节是可以往外拔一拔的，拔一拔之后，它整体的一个脖子就非常正常了。首先低头就只有这么多了，幅度并不算很大。抬头的话，幅度算是蛮大，抬头有30度左右的一个侧摆。它这个头部的关节算是比较深色啊，你需要花多点力气去掰，因为我说了里面那个关节非常的紧，然后这个平算是蛮松的，但是这个关节好解决，你筛子就好了，因为它就是一根直桩。然后呢，这里头发这2个发圈是软胶，头发的一个可动就是向上前后也算是一根直桩，这里依然也是有可动，但是呢这种地方玩久了它
包松的啊，它一定会变得非常松。而且布鲁克的材质它之后肯定是会变得非常松的，所以说还是之后得想办法加固一下。平台大概有这么多，向前的蝴蝶关也依然是有的，大臂的一个平转，手臂的一个弯曲，手型这样都是有的标准的可动。腰部的前倾，前倾大概15度左右，后仰蛮大。但是我们注意，它这里玩久了，它这里是会给这个腹部零件销光压出一个压痕的。侧摆、平转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侧摆的话穿帮比较严重，因为这里太短了。那整体的一个腿也不知道有没有下拉关节，哦，有下拉关节。然后腿的一个前踢大概在90度左右，后踢60度左右，侧踢90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里带一个平转，这里应该就转不动了。腿的一个弯曲，没什么问题。这两条腿的销光上的都一般了，然后这里是作死的一个关节，然后呢，脚的一个造型限制呢，它这里也算是，这里的可动前后是有的，左右也有一点，但左右幅度蛮大的，因为这是软胶件，我们能看到左右还是蛮大的，并不会像它造型一样做的那么死啊。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可动是完全够用的，对于这种美少女人偶来说，我觉得是完全够用。但是呢，它确实很难去自主站立啊，真的是比较困难。你要么就前后脚叉开，然后去调整好它头发的一个重心，这样的话可能会能自主站立的比较好一点。但是一般就要这种支架，但是我非常讨厌布鲁克这种支架，这种夹式的支架，我感觉是一定会把它那个腰部衬漆给衬掉的，因为它这里面是稍微带一点锯齿状的一个设计，所以我应该是不太会上这个支架，我可能就用这个东西在后面抵着它，但是我不会让它去夹到它的腹部啊，我感觉是一定会把它的销光给衬掉的。那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其他配件吧，就是这一把贝斯，应该是贝斯吧，我个人也不懂乐器啊。说错了大家就见谅。弦什么的品格什么的并没有上色啊，旋钮也没有上色，但是呢，整体吉他的一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也是上了一个消光，也不算上消光吧，一种消光塑料的感觉。然后还有一把香槟金的一个麦克风，这把麦克风做的非常好看，不太好对焦，是香槟金的一个颜色。这里带可动，你这里插紧之后还是固定的蛮牢的，并不会说轻易的一个掉落，一个底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个配件了，那就是剩下一些手型。哇，这个手型的水口，天哪，布鲁克，这手型的水口太明显了。整体手并没有一个过多的一个涂装，但是呢，造型也基本都涵盖全了。水口都非常的夸张啊，这一次手型的水口。那评价一下这次的一个布鲁克一个初音吧，我觉得你基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成品来看了。然后呢，整体的一个造型也是面向什么的，也是不输一些大厂的一个机男了。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不值，也不是说不值吧，因为布鲁克嘛，大家对它的一个价格区间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知啊，它一定是发售之后一定是会给走的。所以说，我是为了快点玩到，所以说在发售当天就买了。然后现在应该是170左右，所以这东西呢，你170入手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整体的一个涂装质量呢，你不能就是也不能说算了，Figma也是那样，我操，Figma涂装也涂的挺烂的，就你不能以太高的一个期待吧，中规中矩。然后呢，消光什么的上的就比较一般，水口也比较的夸张，但是呢，整体的一个造型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也是蛮适合就是带着玩的一个小东西，去摆外景什么的应该都是非常的好。因为布鲁克的东西呢，怎么说？Figma 我是不敢带，因为 Figma 是挺容易断的，
像我这个马路我就带出去过1、2次，是玩的比较糟心，而且它品控替换什么的也挺烦的。那这一个初音，我觉得是应该会以后会常带出去外面把玩，去外面拍外景的一个东西。总的来说，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今年的一款人偶。那之后呢，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变形金刚孩之宝的一个白狮，一个日版的那个换了眼睛涂装还有造型的一个白狮，给大家测一下。还有就是挡的一个盲盒，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吧。然后张帕克应该是延期了，好像是延到9月底。然后呢 ，KO 的爱丽丝也是延期了，也是延到了9月底，所以也是延了几天。所以说短时间内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视频更新。那这一款初音少华不是初音少华，跃动声芒，我个人对它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购买一下。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